应该是熊猫界最有排面的回娘家。这阵仗堪比当年甄嬛回宫的场景。饲养员怀里抱着的熊猫宝宝，正是乔乔野外引种回来的双胞胎之一。乔乔不仅完成了肩负的使命，更厉害的是，它还是野外引种的熊猫中第一只在野外环境下完成生产的圈养大熊猫。当时乔乔把一个树洞选作自己的产房，并成功的生下皇太子乔包包和乔兜兜。为了保证幼崽都能成活，饲养员取走了一只进行人工抚育，并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轮换，保证每只幼崽都能得到妈妈的照顾，能在野外的环境下看到趴在产房里的熊猫幼崽，这是多么珍贵的画面。乔乔坐在树洞外，一边吃着饲养员投喂的胡萝卜，一边守护着自己的宝宝。乔乔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他自身就是来自野外。乔乔出生在2009年，于2013年在四姑娘山双桥沟被救助，因此取名乔乔。据推测，当时的乔乔应该是处于发情期，她本意是来四姑娘山找男友，结果因为体力不支，误打误撞闯入了人类的地盘。乔乔被发现时身体非常虚弱，工作人员得知后迅速前往，并把乔乔带到卧笼休养。乔乔虽然是野生大熊猫，但它却非常的亲人。也正是因为乔乔有野外生存的经历，它才会被选入野外引种计划。乔乔一共生育了5胎8载，前2胎是和圈养大熊猫生的，分别是乔一、乔良和乔蕊蕊，以及幼年夭折的乔三。后来乔乔参与野外引种后，又生育了3胎，分别是乔森、乔林，也就是乔包包和乔兜兜，以及峨眉和乔小八、乔春雨。乔乔在野外引种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段小插曲。当时乔乔的定位项圈信号突然中断，工作人员无法确定乔乔的位置，在野外徒步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躲在树上的乔乔。终于找到你了，乖乖，找到你的心上人了，心上妹儿。找到乔乔的某奶爸如释重负，脸上充满了笑意。在他们的心里，只要乔乔安然无恙，这几天的疲累都不算什么。乔乔是伟大的，负责野外引种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是伟大的，他们都为大熊猫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魅族最温驯，谁说魅族最温驯？魅族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7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原来大梁才是魅族最大的黑粉，最近他总是到处散播魅族是长隆最凶的小熊。大梁先是对大家说魅族遗传了萌萌的刁蛮，是妥妥的一枚小辣椒。魅族遗传了妈妈的很多的一些特征啊，比如我们的一个刁蛮，对，简称小辣椒。之后又到了帅帅那里吐槽，告诉帅帅萌萌生了一个女儿，性格比帅帅还要凶。帅帅，告诉你啊，你姐姐生了一个女儿，性格非常的像你，比你还凶。把帅帅气的一边走一边骂，也就是帅帅够不着大梁，要不然高低要给他一熊掌尝一尝。之后大梁又跑到酷酷这里，说他姐姐生了一个女儿，性格一点都不像他，而是随了隔壁的大眼仔。酷酷，話俾你知啦，你家姐生咗個女啊，一啲都唔似你嘅性格啊，真嘅唔呃你啊。喂，你唔信啊？唔信都企起身都冇計，一啲都唔似你，似你大佬啊，衰衰啊！小酷听后很不高兴，自己这么可爱，外甥女竟然没遗传到自己的优点。小酷表示很不可思议。大梁看小酷听后不高兴，又补充了一句说魅猪的屁股像他，把小酷也气得骂骂咧咧的走开了。不仅如此，当直播间有粉丝说魅猪呆萌可爱很温驯时，大梁看到后一脸的不可思议。魅族最温驯，谁说魅族最温驯？魅族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7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咬人最早的一个。他现在小小的年纪他就开始扑人了。因为魅猪野性很强，有很强的警惕性，所以确实看起来有点凶。但要说魅猪最喜欢凶谁，那一定是他的大梁外公，因为大梁很调皮，总是欠欠的。最近的魅猪有些迷恋上了屎尿屁这个赛道，不仅喜欢研究妈妈造的热红薯，还自产自销的浅尝了一下自己的须须。本来这段黑历史已经够让魅猪颜面扫地了，结果大梁还调侃说魅猪闻到了妈妈的屎尿屁，就像大家闻到了咖啡一样的兴奋。不得不说大梁是会比喻的。魅猪和爱喝咖啡的粉丝听后都沉默了。大梁不仅黑魅猪，他还经常吐槽菊萌萌爱生气，说萌萌一天能生气800回。照这么来看，菊萌萌和魅猪喜欢拿捏大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准备翻门越狱的大熊猫，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3公主生意真的就是性格超好的社牛体质。她从大马回国1个半月就展出了，也就是说隔离检疫结束没几天，她就和大家见面了。而且这孩子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像是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在生意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期。生意在大马的时候也同样爱越狱，当时他小小的一只就练就了缩骨功，经常会从门缝里悄悄地挤回家。
奶爸当时也很纳闷，明明把他抱到外场营业了，门也关上了，他怎么就自己回来了？于是奶爸为了一探究竟，就蹲在旁边看着生意越狱。当奶爸看到生意成功的挤过去的那一刻，无奈的摇了摇头，估计当时都被这个小机灵鬼给气笑了。后来奶爸担心生意有卡在门缝里的安全隐患，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堵上了。但是奶爸还是低估了生意的实力，他竟然踩着轮胎挤过去了，这可把目睹这一切的凤仪妈妈急坏了。自己的孩子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消失了。后来奶爸又把生意原路退了回来，等生意又长大了一些，他还想像小时候一样从门缝里挤过去，丝毫没意识到他现在的脑袋比3个门缝还要宽。他挤不过去，还生气的在地上翻跟头。生意不只会这一个越狱技能，他还会翻墙。只见生意飞速爬上假山，然后踮着脚扒着围墙向上爬。小家伙靠着强大的臂力还真的爬上去了。正当他马上就要越狱成功之时，却被奶爸发现了，拿来梯子把小家伙推了回去。生意是3姐妹中最调皮的那个，也是让凤仪妈妈最不省心的那个，肤色也不像妈妈和姐姐那样白得发光。回国之后的生意拥有一个大院子，更是完全释放了他活泼的天性，拆家毁树，每天都整活不断，把院子里的小树薅秃了还不罢休，他还要把树枝咬断。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平衡能力和核心力量，就这样踩着树枝还能退回来。生意的反应能力也很强，当他拆树翻车要从树上掉下来时，他也能及时抓住树枝，然后顺势滑落下来。生意虽然很调皮，但他特别听奶妈的话，只要奶妈一喊他，他就会立刻下树回家。像生意这样性格活泼可爱的小熊，真的很难不爱他。看大梁笑嘻嘻的陪媚珠玩秋千，这岁月静好的画面惹无数人羡慕，但其实大梁就是媚珠最大的黑粉。当有粉丝在直播间说媚珠很温顺时，大梁立刻跳出来反驳：媚珠最温顺？谁说媚珠最温顺？媚珠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11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咬人最早的一个。他现在小小的年纪他就开始扑人了。而且大梁还说媚珠遗传了萌萌的刁蛮，以及二舅帅帅的胸。对，媚珠遗传了妈妈的很多的一些特征，比如我们的一个刁蛮。我们的媚珠是第一个咬人最凶的一只熊猫，这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媚珠留啊！也难怪媚珠最爱凶的就是大梁啊。当他外婆橘校的饲养员康奶爸抱他时，媚珠那是一个乖巧；当大梁抱他时，媚珠比过年的猪都难按，因为大梁太宠媚珠了，总爱逗他玩。而且感觉大梁奶爸也很调皮，当他给媚珠摇木马，前一秒还是很温馨的画面，后一秒媚珠就翻下去了。大梁看到媚珠翻窗越狱，他没搭把手不说，还把媚珠推回来后，连忙关上了窗口。最让媚珠生气的是，他在越狱时被妈妈一把推倒，拽着脚丫子拖走时，媚珠伸着手向大梁求救，大梁非但没有向媚珠伸出援手，还和他摆着手说拜拜。这搁谁不生气啊？大梁准备的玩具也让媚珠很头疼，谁家不到5个月的好熊熊就要玩双杠啊？媚珠在这个双杠上每天也要摔上好几回，还有这个会动的小玩具，大梁好像很喜欢玩，但媚珠有点害怕，看他都把媚珠给吓立正了。但媚珠的玩具应该是同龄小熊中最多的吧，光宝马就有2辆，而且有1辆还带闪光灯呢。媚珠的这个小澡盆就要1000多块，他那个小木盆都1000多，再买大一点的好像可能要半个月工资，因为他这个咬不烂。我们尽量不要给萌萌咬就行了，可以传宗接代，一代一代传下去。要不说长隆也是真的很豪呢。他们俩的妈妈叫萌萌，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果然每个老父亲都觉得自家闺女是最好看的。徐老爷在萌宝萌玉2姐妹的生日会上疯狂安利自家大胖闺女，还说萌宝萌玉之所以这么可爱，是因为长得像妈妈。她的妈妈长得又白又圆的所以看他俩也是，就脑袋大大的圆圆的。而且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毫不吝啬地夸萌萌，说萌萌是美得发光的人间最美熊。萌兰叼起竹子头喂粉丝，徐老爷在夸萌兰帅气体贴又懂得分享之余，也得顺带提一嘴是他闺女生得好。徐老爷和萌萌日常的互动也很有爱，萌萌喜欢玩水，他就经常拿水管和闺女玩。下雪天萌萌在内场营业，他就从外面一盆一盆的端进来和闺女打雪仗。萌萌当年去基地参加繁育，他也是挥泪告别。多年之后，萌萌一家都回到北洞，他又发文庆祝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0几年的爱与陪伴，他们彼此可能早已把对方视作家人。天津二姑奶奶喜乐和她的冯奶爸也是相爱相杀，嘴上说着大熊猫没那么善良，行动上又把喜乐当成亲闺女对待。而且在老冯的眼里，
喜乐也是长得最好看的，真的是特别准。当时我记得张生养过好多熊猫，他见到喜乐第一眼印象就是，嚯，这猫真漂亮，相当白，然后长得那种小鸟眼睛，家主遗传好。有一次现场游客说喜乐的腿短，老冯可就坐不住了，立刻站出来为自家闺女说话。这喜乐这本腿还短，也够长。老冯家人住院，请了半天假，喜乐愣是在外面耗了3个小时也不回家。老冯担心自家闺女，又倒了3班地铁赶回来。老冯虽然表面上骂骂咧咧，但对闺女的担心是藏不住的。喜乐看到老冯后心里也踏实了，没2分钟就乖乖回去了。这又何尝不是对老冯的一种内心认同？华丽和心安的奶爸更是女儿奴了，每天换着法的拍闺女的彩虹屁，根本不带重样了。喜欢汪的大眼睛，小鸟眼圈，天鹅颈，芊芊小玉手，整整齐齐的小背心，大长腿，贴了美甲的小指甲，短跑冠军，国家足水1级品鉴大师，最美丽、最优雅、最可爱的小熊，长得最甜的小熊。而且奶爸不接受任何人说自家闺女的坏话。有一次在直播间，有人说心安长得不好看，奶爸当场就霸气回怼，说你长得好看，那为啥奔驰不认养你？所以说在每位奶爸的眼里，自家的熊孩子都是最好看的。